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咱们继续主角不打架，光看别人打架的热血格斗番《范马刃牙》。奥利巴对战凯尔巴的决斗以奥利巴释放全力的一击大获全胜结束，但奥利巴却告诉刃牙，这根本不是他的全力，他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他的真实体型。如果他将自己的肌肉全部释放，他身体里的肌肉瞬间就能压碎整座监狱和太阳间并肩。刃牙一听，你唬谁呢？怎么可能？但奥利巴却说自己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从来没少于过1万，相当于500个饭团。他消耗的这些卡路里就是为了压制自己的肌肉。刃牙也不知道到底信没信，因为接下来他就被奥利巴一掌拍飞了。他在空中急速扭转身体，蹬住墙壁，才没和卡巴尔一样被砸进墙里。但是在回头的时候，奥利巴居然弯腰道歉了。他突然说自己的肌肉比楼还高，确实是扯淡。说着轻松抱起了床上的玛利亚。他锻炼着一身肌肉，不过是为了抱起自己心爱的女人而已。奥利巴唱着凯尔巴唱过的歌，稳稳地抱着玛利亚，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离开了。第二天，凯尔巴留下了一封给奥利巴情侣的信，在清洁间下面挖洞逃走了。银演的也是肖申克的救赎。凯尔巴虽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但是没能拦下他的狱警就会被惩罚，所以他选择越狱，是个很温柔的人呢。他给奥利巴的信里装着自己岛上的货币，也就是邀请函，想要花掉钱就只能去小岛上了。凯尔巴回到岛上，他的斧头还在树上放着。原来他前往美国挑战奥利巴，不过是手下想要知道对方到底多强而已。即使没有赢，伙伴们也没有任何不满，而是热热闹闹的欢迎着老大归来，一切就和往常一样。凯尔巴走后，刃牙一合计，第二不在了，那他搞个第二当当岂不美哉？于是公然挑衅狱警，老子要去散散步，有意见啊？打趴了就没意见了吧？于是接下来18岁的刃牙当着监狱所有囚犯的面表演了一波跳楼、肉身夺子弹、殴打看守、抢夺钥匙出门，一气呵成。门口等待他的是监狱长和全副武装的警卫，6个警卫持枪将刃牙团团围住。监狱长得意地问刃牙，这一下要怎么逃离？没想到话音刚落，监狱长的墨镜上的镜片就碎了。不仅如此，刃牙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取下了所有警卫身上的第2颗扣子。监狱长错就错在不该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刃牙能从心口拿走纽扣，就代表能轻松取走他们的性命。即便他们全部开枪，只要不打断他小脑的运动中枢，那么6人里至少要被他弄死2人。没有人怀疑刃牙这话的可信度，就算是监狱长命令开枪，6人也没一人敢动。说出来多么可笑！赤手空拳的罪犯劫持了持枪的人质，刃牙让监狱长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装出一副哥俩好的样子，顺利走出了剩下2扇门，来到外面散心。但谁能想到刃牙比监狱长还要反复无常，刚出来1秒就表示自己玩够了，束手就擒。他只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出去而已。随后门一开，奥利巴骑着摩托比自己还嚣张的出现了。他以为刃牙要跑，负责来抓他回去。2人关于什么是自由这个话题展开了消极辩论。最后刃牙以你的自由其实不是你的自由，我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结束话题，并成功激怒奥利巴，想和刃牙打一架，结果对方以你他妈没吃饭跟我打就是不尊重我为由，果断拒绝，惹得对方心神不宁，怒摔摩托入库。之后奥利巴再次盛装打扮去见了玛利亚，2人玩起了猜拳游戏。在奥利巴可以的模糊出拳下，玛利亚赢下了每一局。最后玛利亚累了，2人相拥而眠，就像是一对平常夫妻。而此时的刃牙再次被关禁闭，入狱2星期，被判了2次禁闭。不愧是你，这次的禁闭不仅把他的胳膊绑在身后，房间里还非常的热。不过刃牙丝毫没有影响，睡得很香。奥利巴来向他炫耀自己要吃一顿豪华大餐，还把尿撒在了刃牙的身上。但是刃牙却笑了，他敢发誓，在不久的将来，奥利巴一定会求自己和他战斗。奥利巴的大餐依旧非常丰盛，看守还给他找来了1985年的罗曼尼康帝葡萄酒，价值等同于一座豪车。但明显奥利巴心情不好，以这瓶酒凭什么卖那么贵为由，毁掉了整瓶酒和一桌子菜。他又去见监狱长。相比于奥利巴和美酒食不知味，刃牙一杯白水都能让他心满意足。刃牙走出大门的方式和奥利巴和凯尔巴都不同，2人靠的是地位，但刃牙靠的是纯粹的力量。奥利巴终于答应了和刃牙的对决，他让监狱长放出消息，邀请总统在监狱举行盛大的比武，卖掉电视转卖权，大赚一笔。晚上奥利巴再次去见了玛利亚。玛利亚曾经是个大美女，但是由于生病吃药不断发胖，但是如此她也依旧骄傲美丽，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在被玛利亚安慰了一番后，奥利巴再次找上了刃牙，他答应了刃牙的要求，将在2周之后和他进行对决。然而刃牙要的根本不是2周之后，而是现在。奥利巴不认为被束缚住双手的刃牙能单凭双脚赢他，但是刃牙一点也不跟他讲道理，他一脚就对着奥利巴的脸踹了过去。奥利巴成功被激怒，等到刃牙再次准备攻击的时候，挥起砂锅掉的巴掌就把刃牙拍了出去。可怕的力道在墙壁上打通了一个大洞，属实把对面的囚犯整不会了。奥利巴崩开礼服，脱下鞋子，他终于燃起了斗志。刃牙让关节错位，将被束缚的手移到前边，再通过夹紧肌肉阻止手臂血液流通，使手指变细，轻松挣脱束缚。刃牙紧接着一拳直捶奥利巴腹肌，那是非常有力的一拳，但是刚刚挥出，刃牙就被奥利巴捏住了手腕。钢铁腹肌的说法可不是浪得虚名。奥利巴紧紧抓住刃牙，一番僵持后，居然将刃牙从墙里拽了过去。房间被打通，整面墙壁都随之坍塌。然后奥利巴提起刃牙的手脚，像是拧毛巾一样上下挥舞，随后带着刃牙又打穿3间禁闭室，又将其怼到门上，紧接着就是2拳。刃牙
牙跟着破旧的铁门从3层楼高跌落，很快爬起来，对着奥利巴小腿就是一脚。他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反击，但是奥利巴轻描淡写的抓住了刃牙，刃牙用另一条腿不断的踢着奥利巴的脸，但是这个男人纹丝不动，然后抡起刃牙狠狠的摔在地上，刃牙身体砸在地上，砸出了深深的裂痕。紧接着让围观的狱警吓得终身难忘的事情发生了，承受了奥利巴全力一击的刃牙居然屁事儿没有的自己翻身躺在了地上。现在这种感觉和5年前他和父亲对决的时候一样，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差异让人无比怀念。刃牙的脑袋突然开始闪着金光，他整个人突然开始融化，身体化成了一滩黏糊糊的水。猛地刃牙从地上弹了起来，他躺下的地方出现了一张可怕的鬼脸，那是被他汗水印下的背脊。而站在那里的刃牙让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无人不知的剑士宫本武藏。清楚发现刃牙变化的奥利巴流下了一滴冷汗，他浑身的肌肉暴涨，再次向刃牙走去。而就在此时，刃牙的瞳孔突然变成了金色，随后奥利巴毫无征兆的倒地，现场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人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关不住的男人就突然倒下了。之后他们调出监控，逐帧翻看，才发现在战斗开始的1秒之内，刃牙飞速上前击向奥利巴的脖子，奥利巴应声倒地。众人都好奇奥利巴为什么不反抗，因为他失去意识了吗？其实不是，人的意识比反应要延迟0.5秒。就比如说一把刀飞向你，危险信号发出，然后人要花0.5秒反应，再向大脑发送信号采取行动。而刃牙抓住了意识反应的0.5秒发起攻击，奥利巴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打了。刃牙体内的贩马之血让他获得了珍贵的0.5秒，但是奥利巴不需要，他高举双手将自己缩成了一个完美的球形，就像是球鱼一样。就算是刃牙都被吓到了，这是啥？人形肉球吗？刃牙使出最强踢技后补踢，但居然被弹开了。看守不仅回忆起奥利巴曾向他们展示的技能，他能控制自己的肌肉任意屈伸运动，所以刃牙的力量都被反向抵抗了。刃牙突然想起之前最强格斗赛中高红叶用的就是这个招式，说着刃牙便使出了对付这种绝对防御的绝技钢体术，那是将人类的变成铁球的招式，能轻松劈碎一颗保龄球。这一击击打在奥利巴的身上，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可怕声音。奥利巴动了，他伸出了手，一把拽住刃牙的手腕，整个人身体张开，就如同张开了一张血盆大口，将人家整个吞了进去。没错，奥利巴将刃牙吞进了自己的肉球里，随后又将刃牙弹飞了出去。这一招就像是将蜻蜓禁锢在手中，即使没有用力，但是被禁锢的蜻蜓还是会变得虚弱。被完全禁锢的刃牙失去了生命力，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奥利巴得意的要让刃牙亲口承认自己失败了，又被刃牙挑战了一番。奥利巴对着刃牙的脸就是2脚，被他偏头躲开。紧接着奥利巴又故技重施，将刃牙吞进肉球，但是这一次攻击还没成型，刃牙2只手就插进了奥利巴的鼻孔，自己被吃痛甩飞了出去。同一个招式怎么可能会在他身上奏效2次？奥利巴被捅得鲜血横流，恼羞成怒，他一定会让刃牙付出代价的。刃牙不慌不忙提议，咱也别玩什么秘密武器耍阴招了，就面对面互殴吧。刃牙这个举动堪称胆大包天，刃牙的体型在拳击中只能算中量级，就算重量级的铁人麦克都不敢与奥利巴对战。刃牙是吃饱了撑着赶着去死吗？但事到如今已经没人能阻止他们了，这是这个星球诞生以来最伟大的肉搏战。两人不顾一切的朝对方挥拳，一拳又一拳，带着必死的决心，两人都遍体鳞伤，但是没有人选择放弃。玛利亚床边的玫瑰凋谢，结局已经注定了。刃牙明白打败比他重100公斤的奥利巴的方法，除了正面迎击别无他法。刃牙一拳又一拳将奥利巴逼到了墙壁，随后一个头锤砸下，刃牙越过奥利巴飞出了墙壁。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前方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奥利巴晕了过去，失去意识。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出现在他眼前的人居然是从来没有下床走动过的玛利亚。她拖着自己肥胖的身躯，气喘吁吁的走到了奥利巴的面前。即使知道奥利巴输了，也只是让他抱自己回去。奥利巴输给了刃牙，他向所有的囚犯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将刃牙放出了监狱。就这样，刃牙骑着车离开了矗立在荒漠中的监狱。刃牙战胜奥利巴的消息很快被告诉了永次郎，此时他正在和史崔丹参观史前生物博物馆，通过那些凶猛的史前生物判断刃牙现在的战力。随后史崔丹指着一具凶猛的怪物化石问永次郎，你能战胜这个怪物吗？永次郎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某个废物隔离实验场地下700米到1000米的后岩层，在1.91年前形成的透明岩墙下里，出现了让所有矿工怀疑人生的一幕。永次郎正在墙里激战着那只史前的可怕怪兽。贩马刃牙的故事就此完结。永次郎和刃牙父子大战要在下一部刃牙道中开始。这场旷世决战到底谁能获得最后胜利？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一部再见了。